剑道高手的阿布为了接近暗恋的学姐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无人在意的将棋部。每次博弈一窍不通的他都会输给小七，他总爱夸他将棋下的好，长得也好看。小七一听就耳根子软，询问他：“你喜不喜欢我呀？不然为什么非要加入？只有自己的将棋部呢？”然而他却一脸淡然地说自己是来学习棋艺的，只不过是觉得你长得好看而已。他说：“只要你承认喜欢我，我就让你抱一下好了。”见阿布没反应，他寻思自己给的奖励是不是太少了呀？他就加码说：“亲一下也可以考虑。”他却希望他别吵，说女生会干扰他思考棋局。原来他早就立下誓言，先在棋盘上赢了他再告白。他说这局就要痛快的赢你，他气得差点哭，说绝不让步。阿布果不其然的又输了。他看他老是防守，建议他试试主动些，他却觉得防守更适合自己。他觉得他平时不是这样，他不明白这话啥意思，让他举例他如何主动。他哑口无言，因为他总让他脸红，所以想让阿布也尴尬一次。他本想夸他很有男子汉气概，可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。他追问刚才那话啥意思，他红着脸说：“你老是说些让人害羞的话。”他听后说：“那这算是主动？那我就承认你说的对。”他还以为他会更主动些，他却直接认输了。心情好的他有一天看到剑道不想拉他，他们知道他剑道了得，他怕他会被拉走，对他特别热情，想让他尝尝赢棋的感觉。他拒绝了，说不公平的胜利没价值。看出他心神不宁，他知道他在担心啥，安慰说会一直陪他下棋。他这回总算是安心了。小七看到手机消息笑开了花，阿布看他笑得这么开心，心里也美滋滋的。今儿个有人说要加入咱们将棋部呢，阿布乐得不行。他好奇地问小七为啥想拉新人，他解释说是打算正式注册将棋部，门口那个招牌其实是他自己偷偷贴的。阿布觉得这没啥必要啊，他们俩现在不就是将棋部吗？反正器材也不缺钱，也没地方花，要是有新人，阿布说不定能赢上一把。但阿布根本就没那个念头。新人来了，小七赶紧给阿布介绍，结果人家一上来就说有男朋友不来了。小七当场傻眼。阿布问他要是有了男朋友还会不会走，他信誓旦旦说有了也不走。他反问阿布要是有了女朋友还来不来。阿布认真的说比起女朋友，我更想和前辈你下一世的棋。这么会说话不愁没人爱。小七笑着说你这么一说，感觉我好像已经是你女朋友了。阿布死活不认账，小七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其实就是不想别人来破坏他俩的世界。你这小子肯定是喜欢我，真是害得我好苦啊！能和前辈一起撑伞，真是我现在最想做的。要是能天天下雨多好啊，这样我就能每天都给你撑伞了。小七每到体育课就头疼，因为他运动神经不好。阿布偷偷观察总结小七的状况，前辈一遇到点小事就手忙脚乱的，拿鞋的时候老是估不准距离，手指头都受伤了。买东西按贩卖机键还得蹦来蹦去。他虽然道歉，但也没啥好办法，只能说会陪着他一起慢慢来。小七不想翘课，只求阿布稍微鼓励鼓励他。阿布心想这个我擅长，前辈就算不擅长运动也挺招人喜欢的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认真起来也是。头发软绵绵，脸蛋像水煮蛋一样可爱。小七赶紧制止了阿布的甜言蜜语，听了这番话反而越发没底了。看阿布愿意陪自己逃课，小七决定还是乖乖去上课吧。放学后的将棋时间到了，今天阿布信心满满，他练就了一手名叫无敌为玉的好棋。小七忍不住笑出了声，阿布居然能一脸正经地说这话。见阿布不吭声，他赶紧道哈哈笑过了。阿布一点都不在意，能看前辈笑我真的好开心，还是因为我逗的，让我觉得好幸福，因为前辈笑得太好看了。小七又无语了，这小子又来这套。他突然一本正经起来，准备教阿布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敌为玉。首先速度要快，正面攻击要猛。阿布很崇拜什么都懂的前辈，他说这为玉有个短板，就是侧攻不利。阿布突然坐到小七旁边看棋，看得越入神，越靠近小七。他挺欣赏阿布这种直接的下法，前辈一直这么为我想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小七有点害羞，却装作无所谓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时候外面下起了雨，他问小七有没有带伞。虽然小七有带，但他还是问要不要共撑一把伞。小七有点手忙脚乱，不过这次他反击说，如果你无论如何都想这么做，那我就同意了。他以为阿布会不好意思，阿布却意外的大大方方的承认了。阿布希望明天还能下雨。小七看着阿布这么照顾自己，觉得他真的超级温柔。一路上阿布都记得小七回家的路，他感激小七愿意和他共撑伞，他很开心。小七看他这么说，就说以后有机会再一起撑伞回家，只要学姐想，我都会努力去实现学姐的心愿，因为看到学姐开心我就满足了。今天是学校的运动会，看学姐好像没啥斗志，马上就轮到阿布的100米冲刺了。学姐拦住阿布给他加油打气。朋友真纪头一次见阿布，觉得阿布还挺帅的，他问学姐和阿布啥关系，学姐慌了口，只是学弟而已。但真纪显然半信半疑，因为阿布的出色表现，大家这组今年看好夺冠。可学姐完全是个运动白痴，参加的每个项目都拖后腿。多亏阿布发威，咱们白组暂时领先了。运动队的兄弟们都盼着阿布加入呢。学姐立马霸气宣布阿布是他们将棋社的，同桌们全傻眼了，以前哪听过有将棋社呀？学姐心情有点低沉，自我安慰说不知道的也挺正常的。阿布说他接下来会努力多拿分，这样大家肯定能记住将棋社的。学姐想到这儿都乐了，说不定能拉新呢。这可让阿布没料到，学姐竟然还想把将棋
骑社搞成正式的。他问学姐，要是成立了会不会开心？学姐说超级开心的样子。阿布就下了决心，如果这是学姐的心愿，他就愿意帮学姐去实现。真纪也觉得阿布是个靠谱学弟，还特地来给他加油助威。接下来是他和学姐的双人赛，他装病让阿布替他上。学姐觉得他俩身高差太大了，阿布倒轻松说这不算啥。旁边的红组是他的老朋友阿健和小英，他说虽然俩人高矮悬殊，但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所以他们俩也绝对没问题。学姐就抱住了阿布的腰，阿布也抱住了学姐的肩。学姐发现阿布手在抖，还以为他是害羞了，看样子是要吓唬阿布了。俩人的第一步就栽了个大跟头，阿布一把抱起学姐，建议先迈内侧的脚，可学姐晕乎乎的根本没听见，结果俩人一路被抄，别人都无语了，连阿布都带不动学姐。真纪在一旁乐呵说赢了输了都无所谓。赛后阿布道歉说都怪他，学姐倒好心安慰说第一次合作挺开心的，况且拖后腿的明明是他。阿布说是啊，我也挺开心。他问这是咱俩第一次合作吧？学姐惊讶他都听见了。接力赛上学姐看起来紧张的很，阿布硬气的叫他放轻松，说他会负责追回来的。果然学姐刚跑2步就不行了，最后阿布一路狂奔追到第2了，小伙伴们都乐了，只要阿布第100组就赢了。广播里突然提醒今年规则有新变化，接力赛最后一棒得接着跑物品接力。两兄弟一听这规则都傻了，真纪猜可能写的是喜欢的那个人，要是阿布真当他是喜欢的人那咋整？学姐觉得这也太老套了点吧。阿布后来找到学姐，叫她跟着他走一趟，条件的是可爱的物体。阿布觉得学姐绝对够可爱，为了合乎物体的规矩，他特地背着学姐跑过来。裁判也是个懂情趣的人，觉得学姐刚好符合。这对情侣俩真是太逗了，明明彼此有意，却都羞于开口。小英害羞的不敢看阿健眼睛，让他帮忙拿书。阿健老规矩的让人说话看眼睛。小英见阿健唠叨起来，只好强行拿了。阿布找到阿健，希望能一起加入将骑社。阿健不懂，阿布不是和学姐在一起很开心吗？阿布解释说学姐想让将骑社正式化。阿健懂了，原来是为了学姐的愿望啊。可他不爱动脑筋，假如加入社团就不能每天和小英一起走了。阿健无语，建议小英也来加入。小英拒绝了，他不想加社团。他告诉阿健，就算加了也别去，免得去打扰阿布和学姐的世界。阿健觉得既然加了就得好好活动才对，让小英别催眠他了。阿健信誓旦旦的意志连催眠都没用，结果阿健还是败在美色之下，希望能做个幽灵社员。阿布听了心情大好，他也有这打算。阿健没料到阿布会参加将骑社，他们第一次见阿布这么放松，知道能帮到学姐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你们这不是在自言自语吗？阿布高兴地说找到新社员了。学姐眼睛亮了起来，感激阿布帮忙。阿布一时目瞪口呆，学姐一高兴，他自己也觉得特满足，说有啥需求尽管说，只要能让学姐开心，什么代价都愿意。学姐被阿布的豪气吓了一跳，想着得庆祝一下。旁边不是有家鲷鱼烧店吗？他还带了个便携式酱旗，等下咱们边吃边下棋。阿布自然是毫无保留地答应了。他们用鲷鱼烧碰杯庆祝。他看阿布吃的是红薯馅的，也觉得好吃。红薯和豆粒选哪个好呢？一直拿不定主意。阿布笑着递过来一个，让学姐尝尝看。学姐咬了一口，阿布却突然脸红了。阿布的脸色微红的样子，学姐心想他是不是把这当成了什么特别的暗号？学姐心里乐了，想找机会逗逗阿布。学姐笑着说：“阿布想太多了吧？”学姐提议来局，将其转移一下尴尬的气氛。学姐兴奋地说：“再找一个人加入就能成立社团了。”阿布其实不太想搞大，但学姐太让人心动了。阿布顿时觉得自己不该那么自私。学姐提醒阿布，这步下得太大意了。这下阿布的贵马被他的步兵换掉了。学姐看阿布有点心不在焉，阿布说他总是太在意自己了。学姐以为阿布是不是哪里不开心，学姐误会了，以为阿布更喜欢。说到名字，阿布叫不，学姐装作一副很懂的样子。如果女孩换了发型，你会注意到吗？学姐心想阿布怎么完全没提。学姐在田中面前故意晃了晃头发，田中说你换发型了真好看。这时候阿健也来到了将棋部，他说自己了解规则，就是没怎么下过。田中希望小七跟他来一盘，小七叫了阿健的名字，田中有点不高兴。田中有点酸的看着小七，说阿健下棋声音挺好听的。小七说阿健也许有将棋天分。田中心里酸溜溜的，你怎么没夸过我？阿健连忙道歉说田中只能跟空气下棋。田中不介意，他说只要小七开心他就满足了。小英发现阿健不在图书馆也赶来了，小七一头雾水，这是怎么了？田中觉得小七刚才夸张了。小七知道田中是吃醋了，还特意模仿了一个好听的落子声。阿健回来后有点不服，小英解释说阿健在那儿当电灯泡呢，他说作为朋友要支持阿健的恋爱。阿健突然问小英有没有喜欢的人，小英说没有。阿健心里有点失落。轮到阿健被问喜不喜欢谁，阿健想说是小英，又说不出口，只能说还没有。小英说等他有了对象一定要告诉他，他会全心全意的支持他。阿健心里挺不是滋味，想找地方静一静，也提醒小英将来要是有喜欢的人也得告诉他，他也愿意给小英加油助威。小英笑着说短期内他还没这打算，因为只要阿健在就挺好的。
阿健脸红了一下，觉得自己被小英牵着鼻子走。田中看到小七在收拾一件半袖上衣，那是他准备在学校文化节时穿的。他们班级打算开个炒面摊，到时候有女生来叫卖。小七叫田中那天一定要来尝尝。田中说他怎么会错过，那毕竟是学姐亲手做的炒面，就算世界末日他也要尝一尝。走廊里足球社的人在讨论搞个社把比赛，不太会运动的小七露出没精打采的样子。他心想，要是将棋社也能成为正式社团就好了。田中安慰说明年肯定行。他突然来了精神，邀请小七一起逛文化节。小七一下子害羞了，以为他是想招新成员。田中直截了当说他只是想约他出去。他说如果小七不想单独出去，那就一起去招新也行。他解释说他只是想和他待在一起。小七有点手忙脚乱，但还是答应了一起去招新。他澄清说他这不是因为害羞才不约会。他说如果问起他最喜欢的事，他会说那就是和你在一起。到了文化节，小七拿着炒面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推销，但是一份都没能卖出去。第一个买家是喘着气匆匆赶来的田中，他说他去了小七班级找他，听说他在校园里卖炒面，就到处找。小七明白了田中的心意，脸红了。他说得先把炒面卖完才有时间。田中自告奋勇说留给他来卖，然后开始大声的吆喝起炒面来。不一会儿就有客人陆续来买，田中的嘴巴一刻不闲着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只剩最后3份了。阿健也来买了份炒面，田中二话不说把剩下的全塞给了阿健。阿健一脸懵然，后来才明白过来，炒面一卖光，田中也吃得撑撑的。小七不懂为啥他非得吃那么多，田中说是为了早点结束，能和他逛文化节。小七感动了，决定不管招新的事了，接下来就好好约会。小七心里也很期待，但田中是第一次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小七表示我熟，让我安排，可他其实也没约会过。两人被小七闺蜜撞见，她打趣两人是不是在约会。田中点头答应，闺蜜见状很识趣走人。能当学姐第一次的约会对象真的太棒了，她想负责后面的安排，被小七拒绝。今天她全包了。为了找回面子，小七来到阿健班级的鬼屋，她要好好表现，找回身为学姐的威风。田中直接牵上小七的手，我想牵你的手可以吗？小七并不反对，想牵就牵吧。小英找到负责吓人的阿健，提醒田中和学姐也来了，让阿健不能全力吓他们，要吓得恰到好处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小英留下来监视阿健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厢，本就让阿健有点受不了。小英则继续添把火，表示黑漆漆的还挺让人兴奋的。小七颜面尽失，被吓个半死。田中买来饮料让他平复心情，他以防万一带来了将棋，询问小七最喜欢刚才玩的什么项目，他想参考一下，为明年文化节的约会做准备。田中突然吃醋，表示小七喊阿健的名字，希望他也能叫自己弟名字。小七满足了田中的愿望之后，他整个人开心的不得了，希望小七能再喊一遍。原来恋爱真的会让人智商降低，因为总是被阿布弄得很难为情，所以学姐要吓唬阿布找回面子，却不知阿布一进来就已经发现他藏的地方。他猜到学姐是想吓唬自己，于是故意露出破绽等学姐出现。学姐吓人不成反被吓，垂头丧气，下次别来了。他想拿柜子上的书，但总是够不着，让阿布不要光看着。他看蹦蹦跳跳的学姐很可爱，问他准备做什么。马上就要年底，社团也多了一个人，想趁这个机会大扫除。阿布也觉得杂物很多，应该丢到储物间，但他们这里就是储物间。学姐打算开窗子透透气，结果外面冻得慌，忍痛关窗。阿布关心地问他冷不冷，学姐刚要说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要是阿布干的事，非得让他脸红不可。阿布嘴上不承认，可手里的动作出卖了他给学姐塞吃的。这时候老师进来送灯管，还一本正经地叫学姐社长。学姐听了沾沾自喜，心想我还挺有社长的样子，让阿布小社员别掺和，灯管换得事儿就交给他了，搬个桌子就能摸到天花板了。学姐却高看了自己，学姐不甘心，觉得再添个凳子就够了，翻箱倒柜又找出个圣诞老人。圣诞节也快到了吗？阿布问他打算怎么过圣诞。学姐还没打算，倒是想自己吃个蛋糕。这回阿布帮忙打扫的飞快，刚入学那会儿他还得自己来，阿布也不让着，觉得学姐是为了他才打扫的。就算将来换了新活动室，他还是喜欢这个老地方，这里有满满的他和学姐的回忆。学姐得意洋洋，阿布只好扭头。学姐瞅见一个还能用的电视加 DVD， 可碟片一个也没有。学姐问阿布会不会刚好带了，阿布明明有却死不承认。学姐识破了他的谎言，他问他为何把 DVD 带学校，阿布说是刚从朋友那儿借的，他藏着掖着是因为内容不太合适。学姐脸一红，差点猜到是什么，他大概能猜出来，只好作罢。阿布也觉得还是算了吧。学姐好奇那种东西哪有得卖，阿布说是网购的，起初不怎么感兴趣，看了一回就欲罢不能了，每出新的就忍不住去买，觉得学姐大概不会喜欢。阿布见机就提出来一起看，说不定学姐会喜欢呢。学姐心虚，这种场合能看的吗？想要退缩又不能丢了威风，只得硬着头皮同意了。阿布掏出的光碟其实就是恐怖片。学姐失望地说，就这么多话，就这个，如果愿望能实现呢？你会不会希望自己喜欢的人愿望成真？马上要放假了，阿布却郁郁寡欢，因为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和
学姐对弈了，又看不到有赢的希望。学姐说可以让他几个子，清楚知道输了一整年的滋味多难受。阿布执着认为那样就不算真正的胜利，学姐却觉得赢了就是赢，没那么复杂。阿布听了这话斗志昂扬，一边瞥了眼圣诞老人，又问学姐圣诞节打算怎么过。学姐害羞的已经分心了，看阿布突然由守转攻，学姐也开始严肃起来，两个人对弈的难解难分。阿布终于赢了学姐一局，他心里暗想要是赢了就跟学姐说件事。学姐这才想起来，以为阿布是邀约他一起过圣诞，心里早就做好了从容应对的准备。阿布正要开口，老师来收垃圾打断了，大家说看学姐这表情是不是失望的。阿布自责觉得自己没用，因为紧张不敢约学姐。新年时学姐跟真纪去祈福山本宫，心里却想阿布会不会也来。真纪一眼看穿，知道学姐心里想的是阿布，她说要是能偶遇阿布就好了。学姐认为机会不会那么巧，此时阿布已在前头等了很久，跟他们打招呼。Silverlink 青木亮作希望学姐也能带上他。真纪坚持不做电灯泡，把学姐托付给阿布。学姐没想到阿布很早就跟阿健、小樱来过了，只是为了等他才留下的。事后阿布说假期那天有句话没说完，他想跟学姐一起过圣诞。阿布道歉，当时太紧张没说出来，可是太想告诉他了。学姐见他这么诚恳，就答应下次圣诞一起过。抽签时学姐凑巧填补了缺的，抽到大凶，而阿布抽到大吉。他新年愿望是骑社成为正式社团，阿布早就料到，觉得他的愿望肯定能成真。学姐发现他刚才投了好多香火钱，觉得这是看过最甜的恋爱剧，少年慢慢靠近少女，但感觉还是差了点什么。梦醒了，原来一切都不真实。学姐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心想肯定是白天想太多了，结果一转角就撞见了阿布。阿布见到学姐也是挺高兴的，本来是去挑象棋的书，结果挑花了眼。学姐说没问题，帮忙参谋参谋，可惜书放得太高，学姐够不着。阿布就在后面偷偷扶了一下，学姐的目光又不经意瞄到旁边的漫画，毕竟她还是个少女啊，喜欢看那种甜甜的恋爱故事，里面还有社团活动的情节，她特别喜欢。阿布也是跟着兴趣买了本回去研究研究。学姐觉得阿布看了那书肯定又能进步不少，阿布就好奇学姐平时怎么训练。学姐说她平时都是脑补棋局，这样既方便又能锻炼思维。阿布觉得挺新奇，想试试看能不能和学姐过几招，可他脑子里全是学姐迎妻时候的嘚瑟样。阿布一时心血来潮，就上去问学姐有没有想他。学姐脸红了，心跳加速，肚子也跟着咕噜咕噜。正好她知道附近有家店还没打烊，学姐跟店主介绍这是她的学弟。店主一听说是阿布颇感兴趣，这店不只能吃饭，还能边吃边下棋。店主一直吐槽让他们快点吃完，阿布有点担心会不会被人烦。学姐说别理他，店主嘴硬心软。他说他爷爷和店主是老相识了，店主这人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其实心里好着呢。学姐说他爷爷以前常在这里下棋下一整天。学姐其实是跟着爷爷学的棋，可惜爷爷已经去世了。阿布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学姐摆摆手说没事的，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自从那以后他就很少摸将棋了，毕竟没人陪他下棋了。阿布看出这里有很多关于学姐的回忆，他就请求店主让他们再待会儿。店主一本正经地说吃完快走，结果店主上的是一大盘什锦烧，学姐习惯性地把它切成9宫格，阿布则是随意的说要像切披萨那样来切。他请店主多讲讲学姐以前的事，店主乐呵呵地说学姐以前爱喝橙汁，还说他吃什锦烧时差点哭出来，因为太辣，满身都是酱汁，真是狼狈。学姐一下就尴尬大了，吃了个午饭直接顶到晚上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巧遇学姐家的金毛猫，他觉得这猫长得跟学姐挺像的，说是宠物都会跟主人长得像。学姐赶紧上演摸摸手的戏码，以此证明他家小金也是个小聪明。阿布只顾说这猫咪挺可爱的，说猫眼睛亮亮的，腰身弯得漂亮，摸着毛茸茸的还挺舒心。学姐误会了，以为阿布在夸她，急忙叫他别摸。阿布就装作啥都不知道，学姐也就不好意思多说什么了。小金猫这时候特别黏着阿布，他自信地认为是猫咪喜欢他，想着有猫咪做助攻，追学姐肯定没问题。他说自己今天对学姐有了更多了解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少年笑得眼睛都弯了，因为他正在和心上人一起看电影。小樱也乐开了花，因为很爱这电影的原著。阿健看小樱那么高兴，以前他们一起上学放学，但感觉没像现在这么像约会。他紧张的电影都没看进去，剧情对他来说就是浮云。他尽力想认真看电影，可小樱好像有别的打算，他忽然就把手放上阿健的手。小樱在模仿电影里的情节，他问阿健有没有在认真看，阿健就点了点头。看到小樱这么开心，他也就放宽心了。小樱继续学电影里的动作，他把头倚在阿健肩膀上，又模仿电影里小七脚抱住了阿健的胳膊。阿健觉得有点不知所措，小樱的脸上却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就在电影中小七脚慢慢靠近阿布脚时，小樱也悄悄地靠近了阿健，他又紧张又期待。电影快结束，阿健总算是松口气，他压根没怎么注意电影内容。吻戏来了，他不会真的要模仿这一幕吧？他们俩快要接吻的瞬间，电影里的阿布脚突然变成了大树。小樱提到原著里南小七最后是吻了的，
阿健满脸通红，想如果像原著那样绘，小英问他是不是按照原作来会更贴切，一般男生都觉得不错。学姐晚上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，他发了一天的录像给学姐看，觉得今天能碰见他真是太神了，想打电话给他又觉得挺尴尬的，紧张中不小心就按下了拨号键，结果还是搞成了视频通话。他没想到学姐会打电话过来，高兴坏了，觉得今晚能美梦连连。学姐突然想起早上的那个梦，问他新年第一梦梦到啥了没，他说没梦到啥，反问学姐呢。学姐回忆起梦里的情形，害羞地说他也没梦到啥，他说今晚肯定能梦到点啥，毕竟今天都跟学姐在一起，很可能会梦见学姐。学姐羞得想挂电话了，她紧张的不行。学姐硬着头皮也说自己也是，但她可能已经睡着了没听见。大家情人节都收巧克力了吗？学姐看着准备送人的巧克力头疼，不小心包得太好看了，这样就没啥特殊含义了。我只是想以学姐的身份感谢学弟一直以来的帮忙。抬头就看到阿布站在那儿，学姐发现四周没人，觉得这是送巧克力的好时机，两人巧合的同时开了口，身后有妹子在讨论，说送暗恋对象巧克力好紧张，这让学姐也不好意思了。她叹口气，想机会还有的是。真纪真是个怪人，每到情人节就四处分巧克力，她这天总是特别开心。你不也是乐在其中吗？学姐脸红的厉害。真纪问她啥时候送的，正好阿布在对面走廊，她打算现在就送。真纪说不可以，叹气说学姐在爱情上还是个新手，你不也是到处送巧克力，像撒豆子似的。重点是要让阿布的胃口吊足，营造那种氛围，让他胃口大开，气氛弄得浓浓的，再送效果才好，那可就能往前迈进一大步了。都是他说的那些奇怪的话惹的祸。小英也是每年必给我们俩送巧克力，阿健希望他送的有点女人味，小英吓唬他说以后不给你了呀。阿健赶紧夸奖两句，你就是特别爱吃巧克力对吧？明明长得一副不良少年的样子。他问阿布收到学姐的巧克力了没，阿布紧张地说还没呢。阿健说帮你们撮合下，今儿得去帮忙将其社。小英不高兴想来个催眠，阿健得意地闭上眼睛说这招对我没用。小英就从后面抱住阿健，在他身上摸来摸去，把给他的巧克力偷偷放进他衣服里。阿健没辙，只好打消撮合的念头。小英这才高兴地把巧克力还给他。学姐对这次模拟演练挺满意，正想开口，却发现阿布挺紧张，自己也跟着紧张起来，拖得越久越觉得难为情，想趁阿布不注意时把礼物塞他背包。学姐藏不住了，只能羞羞地把礼物递过去。阿布心里乐开了花，这么近距离会不会说明他喜欢我呢？学姐今天脚步特别轻快，开心地去了将棋社。阿布反应却挺淡的，快考试了，他正在复习功课，所以今天没法陪学姐玩棋。学姐虽然有点失落，但还是理解，考试前大家都忙，学姐你不用复习吗？学姐得意地说不用，我只要上课认真听，考试成绩自然就好，要不我来辅导你复习，谁叫我是你学姐呢？阿布感谢的学姐挺有面子，他们就去图书馆了，发现小英也在帮阿健补课。小英没办法，这里人满为患，学姐心里有点小失望。阿健说你们来这儿一起学吧。在学姐的帮助下，阿布终于信了学姐成绩确实杠杠的。学姐这个火大，你这小子是不是真当我傻呀？阿布也不傲娇，乖乖求教。学姐太近了，阿布紧张的不行。学姐一有机会就喜欢捉弄他。看热闹的阿健替阿布高兴，小英催他专心，有那闲工夫还不如多照照自己，我也会用心教你的。阿健被小英逗得满脸通红，学姐好奇凑过去问阿布，小英是不是对阿健有意思？他自认眼光毒辣，不然小英不会贴那么紧。阿布说贴近不一定就是喜欢，觉得阿布说的有道理。成绩出来的那天，阿布盯着试卷发呆。那天正好是白色情人节，阿布回送白色情人节的巧克力，学姐又羞又囧，头上冒烟。他本想淡定收下，结果搞砸了。你这人咋回事啊？白色情人节那天紧张的要命，今天咋突然来的偷袭？可恶死了！阿布看状况又递过去，不过能下棋，学姐的心情又飞扬。阿布感慨，多亏了学姐的悉心教导，题都答对了，就是答题卡号填错了，所以还得去补课。一晃阿布和学姐认识满1年了，新学期学姐一早就来到将棋社，还能跟你在这下棋太好了。阿布猜到了学姐会来，也早早到将棋社等她。今年他俩一个高2，一个高3。学姐拉着阿布去看分班名单，正好碰上也在看的阿健和小英。学姐心里也有那么个人想同班，阿布知道了心里有点塌。最后阿布分到了一班，学姐乐呵呵说跟心上人一个班了。她说即使不同年级，只要班级一样，运动会也能同队。阿布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误会。阿布也挺高兴的，好想运动会再抱着学姐狂奔一次。学姐和小伙伴们竟然分到同一个班，一群人围着学姐乱逗乐庆祝呢。真纪一提要不一起去新开的小吃店吧，两个小妹子秒回应好啊好啊。真纪知道学姐铁定会去的，田中电拜。学姐今天也到将棋社跟阿布忙招新宣传的事，给自己打打气，招新可是大事儿。阿布看着窗外飘落的樱花，心里回忆起去年招新的那一天，他跟阿健正打算去剑道部看看，阿健那个兴奋劲儿啊，本来冷酷的阿布在这里肯定得遇上不少
少事，比如说恋爱这档子事。遇见对的人，阿布肯定心动。阿布对这事儿还真不怎么懂，他想可能跟小英让阿健心动是一个意思吧。然后一阵风吹过，阿布不防被传单砸了个正着，然后就遇上了追过来的学姐。学姐拉着他要来一局棋，阿布见状毫不犹豫甩了阿健，直接说要加入将棋社，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学姐期待着明天的招新，希望能来个跟阿布一样立马就对棋感兴趣的。学姐怎么也没想到会这样，终于招到一个新人，结果人家反过来挖角社。招新那天，阿布跟阿健负责派传单，学姐则在摊位守着。他发了一堆传单，可就是没人想加入。突然一阵风吹散了传单，有个女孩过来问学姐剑道部在哪。阿布和阿健赶回来没招到一个人，女孩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。他们一看原来是初中的学妹香川，给香川介绍这是他们的社长学姐。香川一时搞错了，以为这里是剑道部，一头雾水的在将棋社的表上签了名。三个人乐呵呵的，终于可以让社团转正了。他们没想到香川也会放下剑道，香川才意识到自己走错片场了。两位都说自己没去剑道部，香川赶紧要回自己的申请表。学姐得把阿布和阿健还我，我得跟阿布决一胜负。要是我赢了他俩，就得回剑道社，反正也是学妹的请求嘛。阿布没二话，直接答应决斗，让学姐别操心，他输不了。香川想破头也不明白，不动的由衷这绰号啊，那个疯狂爱剑道的学长为啥突然剑道不干了？这会儿学姐已经提不起劲招新，阿健再怎么看阿布也不可能输。学姐还是挺担心的，她想着和阿布的那些事儿，实在是忍不住往剑道部跑。将其社成正式社团是我梦想，但社团里没了你我还是不乐意，对不起让学姐担心了。最后还是阿布赢了决斗。将其社这天招新一点收获都没，只能再接再厉，加倍努力。阿健准备呼啦呼啦叫喊，学姐受不了那吵闹，别把新人都给吓跑了。香川说新人不是因为声音跑的，是阿健的长相吓人。阿健不明白他怎么会在这儿。香川说他现在是将棋社的人，输了决斗嘛，只能这样了。学姐是个什么样的神人啊，常常被阿布的话搞得脸红心跳，所以他也想找机会让阿布尴尬。经过3年的打拼，学姐的将棋社终于转正了，这还多亏了新来的领将。领将看起来不是很热情，学姐以为他还有点不情愿。领将说不管怎样都是将棋社一员。学姐看着阿布和领将下棋，领将拒绝了阿布的让子好意。他记得阿布去年也是这么说的，那次输得很惨。现在一边看着学弟学妹一边回忆，学姐感觉自己挺有社长的样子。领将跟阿布对弈挺开心，学姐觉得领将是崇拜阿布的好孩子，结果阿布一下就输了。领将说自己小的时候学了不少技艺，阿布一输，领将直接就平辈对待，还叫阿布让学姐做社长。见阿布没吭声，学姐一头雾水，原来他忽略了领将那双斗志昂扬的眼睛，他心里害怕一旦输了棋，连社长的位置都保不住了。心乱如麻的他下棋出错，局势明显已经不妙。阿布突然来了句鼓励，他说他信得过学姐的实力。阿布这番话让学姐心里暖洋洋的，学姐信心爆棚，她迅速稳住了阵脚。领将到头来还是认输了，成了学姐的小迷妹。领将觉得学姐是故意放水，然后再翻盘。学姐想让领将叫阿布学长，领将嫌难，觉得自己棋艺更高。中午领将还想帮学姐跑腿买饭，学姐一脸懵。好在阿布来了，毕竟飘将以前也帮忙过。学姐松了口气，以为领将不会重蹈覆辙，她还以为阿布是来援手的。转眼阿布也来劲了，领将不服，觉得自己棋赢了阿布就应该跑腿。阿布认为该让棋差一点的人跑腿。学姐犯难时，最强辅助真纪登场，真纪一眼就看穿了这场对决，胡说自己棋艺超过学姐。领将信了真纪的话，跟着他走了。学姐打算给领将办个欢迎会，他问阿布的意见，你说我们2个人玩将棋不是挺好的？阿布淡定地否定了。学姐对弈时看上去很享受，她也只想提升实力赢过学姐。学姐对这个答案不满，她觉得阿布老是让她脸红，所以她也要让阿布尴尬一把。学姐被领将堵在门口，领将直截了当地问学姐喜不喜欢阿布。他昨天听到学姐说过阿布挺帅的，学姐解释那是反击阿布总说他可爱的话，他只是还击而已。领将意识到自己误会了，学姐羞答答的，虽然不肯定，但如果真是那样，他也挺高兴的。领将一脸认真去找阿健确认，阿健一听称呼就知道阿布输了，他想确定阿布喜不喜欢学姐。阿健说阿布对学姐是一见钟情，领将好像在生气阿布不练剑了。他说既然男生喜欢社长道，不敢告白就是没出息，所以要好好教训阿布一顿。他们原本在剑道部是同伴，可他总是不是阿布对手。那时他也有个目标，赢了阿布就告白给他，决心帮阿布提高棋艺，知道阿布赢了就要向学姐表白。阿布惊喜他居然会帮忙，学姐意外领将指导很给力，不清楚中间发生了啥，但看阿布没反对就不插手，觉得现在的自己挺有社长样，现在的他更成熟了。学姐跟阿布对弈那会儿，原本想轻松赢一局，却见领将跟阿布挺近的，学姐虽然心里介意，手上却不手软秒了阿布，感觉自己这样不太成熟，也不像社长。真纪突然冒出来说准备好了，大家就去了学校樱花树下面开迎新，也庆祝社团赏花会。学姐想一边赏花一边下棋，真纪一把抢过棋盘，叫
他专心赏花。领酱盯着零食眼神不转。阿布说飘酱最爱的就是吃，飘酱不高兴被说成吃货，觉得这样挺尴尬的。我就是喜欢吃好吗？我看这就是吃货吧。阿健和班上同学也来了，领酱原本想跟阿健下一局，可惜真纪不同意。真纪真是好助手，很快把大家都安排好了，改变主意答应下棋，叫阿布跟学姐去看包。学姐惊讶自己真成立社团了，觉得都是阿布功劳。新年她也许了个愿，她说虽然舍不得只有3人社团，但学姐愿望实现她更高兴。学姐为了感谢阿布慢慢靠近。今天是休学旅行第1天，真纪却被卡那儿了。她庆幸学姐帮忙把她拉出来，要不旅行就变1日游了。太夸张了吧？不是开玩笑的，因为太出众就卡住了。真纪想让学姐试试，她可不愿意。要是自己一钻就过去了，多尴尬呀！钻出来后，学姐明显不高兴，真纪赶紧叫她笑一个。这可是学生生涯最后一次休学旅行了，得留下些美好回忆啊！阿布趁机让领酱给他加把劲特训。领酱想到阿健也是骑射的，就把他也带上了。小英只好独自回家。他记得第1天是去奈良的，不知道学姐玩的嗨不嗨。学姐那是众星捧月的中心，她首先得确认下阿布送的护身符。女生们接着泡澡堂去了。有人安慰说大小适中就好，学姐内心崩溃，她哪有适中啊？提到胸围，有个能带来好运的福佑寺。说到这福佑，觉得真纪的胸围也能带来好运。真纪这么说的，说是被喜欢的人摸胸围会变大。学姐想到阿布满脸通红，这时阿健已经被领酱虐得不行了。领酱说今天就到这吧，阿布还想再战几局，可领酱肚子咕咕直叫。阿布说下完再请他吃大肉包。妹子们开始八卦学姐和阿布的事了。学姐脸红承认牵过手，还拍过大头贴。旅行前阿布还送了护身符。真纪惊讶，原来他都不知道。学姐不好意思不肯多说了，决定明天一起去求姻缘保佑。晚上同学收到男友信息超开心，学姐瞅手机却是满满失落。阿布正在教飘酱玩将棋，领酱好奇学姐有没有给他发消息，听说没发。领酱建议阿布主动出击，阿布想想还是怕打扰到学姐玩了，学姐却在那儿盯着手机发呆。为了学姐的爱情的成功，妹子们带着学姐寻访恋爱圣地，最后大家一起到神社许愿。真纪提醒说祈祷要真心诚意哦。学姐太嗨了，完全把阿布忘到脑后去了。这会儿学姐还不肯承认呢，她觉得只是阿布默默喜欢自己，谈恋爱不如棋艺精进，她更希望阿布在将棋上更上一层楼。逛完之后，学姐就想回宾馆了。真纪说还早着呢，还有个重头戏没完成呢。这里可是甜酱油团子的老家，阿布要好好感谢领酱的特训，承诺再请他吃顿好的。领酱想知道阿布会不会超激动，他完全想象不出阿布激动的样子。阿布说激动了就会双手高举，领酱觉得这像极了野生动物。晚上学姐还在期待阿布会不会联系他，真纪看出学姐一脸的期待，学姐别扭的说真纪真是的沉不住气。真纪建议下棋消遣消遣，学姐意外他们会在这下棋，还说阿布进步神速。真纪问他是不是喜欢阿布，学姐脸红着否认，不明白真纪为啥这么关心。真纪看学姐这样特别开心，学姐不承认。真纪觉得学姐可能自己还没意识到，某一天她会突然意识到喜欢他，希望学姐到时候一定要告诉他。下完棋，学姐说心情好多了，不过真纪知道和自己下棋也解决不了学姐的寂寞。学姐发现手机上还是没有阿布的消息，她终于鼓起勇气主动发消息给阿布。这时候阿布还在钻研将棋，领酱好奇问阿布是不是准备赢了学姐再告白，他肯定很喜欢学姐的。看着别人争风吃醋，领酱心里决定要成全他们。阿布收到学姐的消息也激动了，兴奋的双手举得老高。第2天，真纪发现学姐心不在焉的，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瞒着自己的事。学姐否认，真纪不信。真纪拿出手机偷拍学姐，威胁要是不说就发给阿布。学姐只好说了今天看到阿布发的消息，约定晚上打电话聊。今天特训取消了，阿健在门外偷看着呢。阿布跟领酱已经说拜拜了，阿健远远的逼问他是不是怕领酱。傍晚的时候，妹子们给学姐换上了浴衣，觉得跟男朋友小鸟依人时肯定浴衣更有 feel。学姐嘟囔着反正打电话也看不见人，他们却说看不见的才更撩人，还跟学姐来了句说月亮真美啊，就是土味情话的意思。学姐提早摆好棋盘等电话铃响，可被妹子们那些乱七八糟的话搞得心里七上八下的。才分别了3天，学姐就觉得好像隔了1个世纪那么久。晚上学姐总算是等到阿布的电话了，阿布刚一开口就来了句月亮真美啊。学姐懂这话里的暗号是我喜欢你，瞬间就羞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后面才弄明白自己想多了，然后他俩就电话里对弈起来。学姐能看出阿布这段时间的努力，他的棋确实越下越厉害了，向学姐低头道歉，说好要等学姐回来再变强，可他还是忍不住想和他对弈。学姐觉得能和他下棋就很开心了。阿布说他实在是受不了寂寞。学姐抱怨道，那你怎么就不发消息呢？阿布说怕打扰学姐玩得开心，所以才忍着没联系。学姐听了又腼腆又觉得温暖。听完阿布的解释后，她心里暖洋洋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她这趟旅行从头到尾也是挺寂寞的，一直都想和阿布一决高下。最后一天，大家约好了一起去买
买手信，学姐不小心被路人碰了一下，却没发现自己的护身符掉了。阿布经过领酱的苦练，现在已经有信心可以战胜学姐了。阿布想好好感谢一下领酱的辛苦训练，打算请他吃顿肉多多的自助餐。领酱硬是忍住了这诱惑，想等到他真的战胜学姐再来庆祝。学姐一边犯愁不知道该买什么礼物，真纪一边八卦他昨晚和阿布怎么样了。听说他们只是下了盘棋，让真纪有点失望。那不就是没什么瓜可挖吗？这时学姐决定就送个将棋钥匙圈作为礼物，她挑的那个送给阿布的是。真纪说她之前提过喜欢程布，学姐羞涩的想这样他俩就是情侣款了。真纪哄她别那么多思虑，喜欢就行了嘛。学姐半推半就的跟着真纪混了。阿布看着领酱一大堆吃的傻眼了，他想让领酱再陪他练练手。领酱问他要是没赢学姐是不是就不表白了？他说不表白会遗憾的，就算尽力了还是会遗憾。他朋友就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到现在还后悔呢。早知道这么难受，当初就应该逃了。阿布觉得领酱不该说这种消极的话，领酱便称是他朋友的事，反正他朋友也没啥事了。阿布很感激领酱，他知道领酱这么说是为了他好，他明白领酱的心意。领酱一脸惊讶，阿布以为领酱是饿了，正好他带了不少吃的。学姐原本以为旅行挺顺利，直到她发现护身符丢了，学姐紧张的转头就往回跑，终于在原路找到了，猛然看见一只猫咪嘴里叼着护身符跑了。学姐一路狂追，她想到和阿布说过的话，下棋不能硬来，要堵住对手的路。她把鞋子扔到猫前面，猫吓了一跳，学姐抓住机会抓到了她，拿回护身符，学姐这才安心。她突然发现旁边樱花树不合时宜的开了，学姐回去找伙伴们会合。她道歉说自己搅和了旅行。真纪觉得这些意外也是旅行的乐趣。真纪为学姐找回护身符高兴，学姐坦白自己意识到了，原来她喜欢阿布。旅行结束，学姐站在将棋部门口，她听到阿布声音就心里发慌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，冷静地给领酱送去了好多小吃，还挑了跟每个人名字相符的将棋钥匙圈。领酱好奇学姐自己买了啥钥匙圈，他掏出了跟阿布一样的钥匙圈，觉得阿布肯定很高兴。阿布承认他真的很开心，学姐忍不住就溜了。后来阿布和学姐继续对弈，学姐能感觉出阿布的棋艺越来越厉害了。最后学姐还是输了，比赛结束，阿布激动万分。领酱看这场面不好意思，再做电灯泡就走了。他在心里默默给阿布加油，希望他表白成功。学姐看到阿布进步这么快，真的挺高兴的，但他一想到将来阿布可能比自己还要强，阿布一眼就看穿了学姐心里的小波澜。锦上马，他赞了一句：“阿布，你旗下的事越来越好了。”阿布说他还想更厉害，目标是超过学姐。学姐告诉他别太得意忘形，他心里还是挺忐忑的，万一哪天阿布真超过他怎么办？阿布洞察力挺强，看穿了学姐的小心思，他安慰学姐说别担心，即使变强了，也还是想天天和你对弈呢。他了解学姐的担心赢了就不完了的那种心态，毕竟学姐就是那种不甘心输的人。